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打。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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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任他叭叭叭叭叭叭叭啦啦。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智拍旗舰，2亿智拍一出手，追星大片跟着走，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对抗路友谊赛。太帅了！路上也没有看到什么24小时便利店，只有24小时成人用品店，24小时殡葬一条龙，没有什么夜生活，只有爱、死亡与机器人。就如果说你只能带一样东西去无人岛，你会带什么？我会带一把剪子，1天一个新发型，就让大海带走我的哀愁。恭喜林建奇，直接晋级。我一般会把馒头带过来，给观众挨个发馒头。饭撒。刘辉老师免费给你们上课。下面开始，全场跟我一起举头望明月，来举头。你听听，和狗叫有什么区别？恭喜刘奎直接晋级。你也会想念我吗？你坐在我的沙发，你是否也会看着电视发呆？因为你遥控器在我这儿呢。我特别共情吴京老师，我们只是没学会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而已，咱不会。半夜12点在小某书上发一个帖子是吧？被坦克压过的，请来我这儿集合一下。没学会啊！恭喜翟佳宁直接晋级，我们精彩继续。欢迎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欢迎大家！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李乃文老师。坐在对面2楼的是在第1场率先晋级的7位朋友，恭喜！今天是第2场，我们就先有请马上要展开对决的演员朋友们出场。让我们欢迎黑灯普拉斯、小爽戴维、王悦韩宇、李鹏翻不翻、王主任南瓜、黄义锦、刘大为，欢迎多多咸鱼。各位朋友都加油，请前往备战区入座。虽然只有14个人，但集齐了老弱病残，真的。当然，节目肯定离不开更多的好朋友的支持，尤其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不对？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激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我们都知道。开场不容易，比赛更不容易。大家考虑到这些朋友，这个1对1很关键，所以我们仍然会有一位老朋友、好朋友给大家暖个场。他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胖子门窗的代言人，我们欢迎刘仁成。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我是喜单3季以来咖位最小的开场嘉宾。
但我没有那么自卑啊，因为毕竟不是名次最差的。今年没有参赛，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忙。前段时间我求婚了，不用开心的太早，没说结果呢。啊，没有失败。我是特别挑了他在看完自己最喜欢的五月天之后和他求的婚。你们懂这个含金量吗？他看完了阿信，选择嫁给我。哎，这不参赛还有一个原因，就今年确实在节目里面有别的身份，当官了，总编剧，手里也是有点小小的权利。现在给黑灯发微信，他得回收到。有段时间有点膨胀了，第一次在那会儿很膨胀，跟节目组说，这5个选手，我非常看好，你们给我关照一下。就这5个选手，现在已经淘汰3个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我们节目第一赛段淘汰率只有20%，在我这60%，导致这些演员啊，就对我态度很复杂。一方面呢，想找我改稿；另一方面呢，怕被我看好。现在节目组已经禁止我看好任何选手了，说我动摇军心，说如果我实在憋不住的话，可以去把黑灯眼睛看好。去年比赛比得有点太焦虑了，所以我今年一开始就决定了今年不参赛。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就更焦虑了。年初那段时间甚至想过要不要去算个命，但我身边这些脱口秀演员都太不靠谱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给人算命，另外一个演员找他算今年的运势。你说一般人算命算运势，哪怕算的不好，最多也是什么诸事不顺，最严重也就血光之灾。他给人算的结果是，你今年必死。太夸张了。但大家也不要替我那个演员朋友担心了，没事的，我们单口演员心态很好。他在知道自己必死之后，他还心态很好，还能问呢，那明年呢？太焦虑了，所以很开心能当总编剧，这个工作治愈了我。因为说实话，我从来没拥有过这么体面的称呼，总编剧。我小时候的外号是刘大头，长大后上了节目，大家喊我胖子门窗。从来没人喊过我什么总什么，从来没有，都没人喊过我刘总。我只听别人说过别总，别总发朋友圈。所以当总编剧很开心，因为当总编剧能被人感谢。我很喜欢被人感谢，我也很喜欢感谢别人。就像我也特别感谢咱们的总冠名淘宝闪购。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我感谢；配送快，我感谢；品质高，我感谢。我对淘宝闪购态度就这样，永远只有感谢，除非你让我卸载，那我不感谢。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不是一般的总编剧，我是脱口秀节目历史上最喜欢提自己是总编剧的总编剧。这就太焦虑了，我很害怕自己因为不上节目，大家就会觉得我之前的表现都只是昙花一现。好像人一旦成功了一点点，就害怕自己是昙花一现。所以我去研究了一下昙花。昙花一般在6到10月开放，一般在夜间比较活跃。我不焦虑了，我确认了，我就是昙花一现。而且好像我们脱口秀演员真的很像昙花，你想想，我们努力准备1年，希望在夏天惊艳所有人，然后到了夏天，发现所有人都去看世界杯了。每天在想呢，谁会是今年最大的黑马呀？目前是佛的脚。身边所有人都被这种昙花一现的压力给包裹着，都有点病态了。就比如说我好朋友大宅，他就是那种病态的努力。去年夺完冠，今年还来参赛，而且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今年还想备赛喜人。我都觉得，我觉得他今年可能不是脱口秀第1人，但一定是脱口秀第1驴，真的。
我就有点心疼他了，我就觉得我们俩各方面条件明明差不多。为什么要活得比我累这么多呢？但我看到你们反应了，我知道有的条件还是不太一样，外貌上肯定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我有对象他没有嘛，然后我很害怕自己昙花一现之后的结局，我被这个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我就经常找我的朋友倾诉，我说为什么人在自己没成功的时候会焦虑，但是人成功之后又会焦虑自己是昙花一现？为什么我今年当了总编剧，好像还赚了很多钱，但我就是不快乐呢？我朋友说你今年必死，我说那明年呢？那我自己想想，好像昙花一现之后，它的后果就是必死。那结局呢？昙花一现，然后凋谢，然后落到泥土当中，然后慢慢的变成养分，然后去滋养新的昙花，去帮他们长出更多的梗。不焦虑了，昙花一现后，我还可以当总编剧。所以我很开心，今天节目组邀请我回来演这几分钟，当这几分钟的昙花。我给后面的学生打个样，我在这个舞台上短暂的绽放一下，希望大家在此刻可以尽情的欣赏我，因为马上我就要谢了。谢了大家，我是刘仁成。我先谢了，还有很多花要开，我看好他们。谢谢阿成的表演，不用比赛还是好很多的吧？嗯，对，不用比赛，只用开场的话，只用焦虑7天。还发朋友圈吗？发。很害怕表现的不好，影响后面的发挥。你不是去年吐槽说付航有自己的休息室，你没有吗？我今年看到你也有了。哎。去年总决赛我讲了一个我去干活，发现周老板有自己的休息室，我没有的段子。今年第1期录制，我惊喜的发现，付航有自己的休息室了。马上你就能在朋友圈看到。又焦虑，开玩笑，还没有。但是挺好的，这是有这种俯首甘为昙花肥的这个精神，也是很值得钦佩。哎，那我们就好奇了，您现在这40%是哪2位？遗珠？等一下，你判断一下，你说了吉不吉利啊？刚才就是其实肯定不止看到那几个人，当时是有什么呢？当时是一个饭局。就当时那5个新人，他们就是今年比赛都很紧张嘛，我们就一块吃饭。我说放心，你们5个人必进，没有一个需要焦虑的，必进。然后就淘汰3个嘛。现在唯一还存活的是多多跟七友。下一个就是，我不给你们压力啊，你们看着办吧。他只给诅咒的是吧？没事，阿成你就说今年世界杯是谁，是谁夺冠？你先告诉我你讨厌谁。我怎么感觉得问他压了谁？佛得角。阿成自己的专场也在巡演，对不对？如果卖不动的话，就回来比赛。我有一个究极营销策略，一直没使出来。就如果卖的太差，以后就不出海报了。我就让你们以为是刘洋的奇妙冒险。如果再差，我就只留那个照片，因为那个照片呐，特别像王悦。横竖我都有办法，反正就是，你就直接把你的专场改名叫周杰伦演唱会嘛，直接。最后我们祝阿成和未婚妻生活幸福，谢谢大家。虽然看的是5月天的演唱会，但你们肯定是真正的快乐。谢谢阿成。去吧，去到教主的身边。快，阿成，赶快给教主讲一讲总决赛第2轮是什么体验啊！哎呀，我谢谢阿成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场。那今天的对决也要马上开始。第1组出场的2位演员，多多、咸鱼，这其实都是喜丹第1季就来过的老朋友，但今年又都回到舞台上。
他俩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两个风格又很不一样。咸鱼是很炸裂、很有能量的这种，然后多多就是逻辑神童的感觉。多多就是轻巧，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吧。咸鱼呢就是千斤。挺意外的，因为我感觉自己人应该不会打自己人来着。友谊赛嘛，这轮不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于宝祥我还是非常开心啊，我们两个风格确实相差的特别大，对，观众可以换换不同的口味。没错，就像是鸳鸯锅，我们一个辣锅，一个清汤，就这样，一个菌汤，一个酸汤。你再说一个，没吃过火锅，是吧？我觉得他不灌汤包，灌汤包就是看着白白净净的，你咬一口下去炸你一下，就那种感觉。哦，就一个汁儿烫你啊，你就叫，哎呦，让你叫，多多这形容太好，让你尖叫。尽量不用金牌，大不了从头再来。第一位演员是一位在读的研究生，第一轮的时候跟我们讲了很普通的一件事，就是玩手机，但是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掌声有请多多。哈，大家好，我叫多多，非常开心见到大家。我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我跟阿成是在喜单一认识的，他当时是总决赛第4名，我第2轮就给淘汰了。但他火了之后对我特别好，这2年一直邀我出去写稿，请我吃饭，包括前段时间还让我去给他的专场开场。可以说这2年要是没有阿成的帮助，我早毕业了。本来6月份我就要毕业的，25年6月，我已经延毕1年了。我不是一个读研的材料，我专业是电气工程，我读研3年换了3个研究课题，就因为做得慢，都被别人攻克了。我导师看完我的论文之后，他没说好，他也没说不好，他跟我说研究生最多可以读6年。我自己是不想考研的，是我爸当时跟我说，只要我考上研究生，就给我钱去全国旅游。结果考上之后又跟我说，那些话只是为了激励我，所以就给了我500。我说你不如直接击毙我。500我能干嘛？别人800那个标兵才能奔北坡。我拿着500去全国走一圈，我22岁出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安全的回来，出走半生，归来只剩半生。500块钱真的没地方去，我当时在网上搜了，预算500，小众穷游景点推荐，他给我推荐了泸州。泸州是个什么地方呢？泸州是我家。我真的很讨厌我爸这种教育方式，总是拿钱诱惑我，我又总是得不到。小时候跟我说你只要考100分，我给你100块钱。我说考5分能不能给5块？我可以考20次。考不上又要说我，他说哎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怎么别人能考100你不可以？我每次听到我都特别委屈，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我看了，没看到，他考试都把试卷挡起来了。我从来没考过100，我最好一次考了98，但不是你一考98他就给你98，他就说儿啊你再努力一下。你再多对的选择题就有100。我为了零花钱，我晚上就得花时间查漏补缺，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我爸去洗澡，去他的房间找他的钱包。偷还是不偷呢？这是一道选择题，怎么做才能有100呢？因为我感觉我爸这个人真的对我管得非常严格。我读研的时候，他会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玩，他就会批评我；我说我在学习，他就会表扬我。但其实我在玩。我不想被批评，我就每次都跟他说我在学习，这就导致我当时延毕的时候特别尴尬。我爸非常绝望地问我，他说：“你不是跟我说你天天在学习吗？啊，怎么还毕不了业？”我说这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我喜欢学习，我还想再学一会儿。我今年都26岁了，我过年回家，我爸还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叫我学英语，他怕我睡回笼觉，
他就在我的床上睡回笼觉，哎，我就去他的床上睡回笼觉，那我真是学不动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会跟我讲什么头悬梁锥刺股，说这两个人为了考一个好成绩，晚上不睡觉，困了就把自己的头发挂在天花板上，拿针扎自己的大腿。我以前觉得好励志，我现在怀疑他们有表演性人格。我真是接受不了。我要是困了，我肯定不能扎我自己，最多扎我爸，让他回自己床上睡。我有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悬梁刺股这两个人每天晚上这么辛苦，这么努力，他们要是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有一个叫牛顿的，被苹果砸了一下就发现万有引力，他们会被崩溃呀！啊，是我道具用的不对吗？啊，我就发现我从小接受的这些教育都在讲，感觉你要学习好，你就得先学会吃苦。还有一个凿壁偷光的匡衡，这个人绝了。他晚上为了学习，把隔壁邻居家的墙壁凿了个洞，用邻居家的光来学习。这个故事从古至今200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在乎他邻居的感受。我在乎，他们家的墙壁被莫名其妙凿了个洞，哎，你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用隔壁家的 WiFi 我都不好意思。我都怀疑匡衡最开始不想凿洞的，就是他爸。每天在道尔多面前说：“你能不能看别人家的孩子啊？你能不能看别人家的孩子？”他听进去了，他就凿了个洞。你搞得邻居每天活得很没有安全感，总感觉有人在看他，所以邻居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我觉得努力学习没有错啊，但该休息就是得休息。我现在就有一种休息焦虑。我有的时候晚上吃个饭8点钟就困了想睡觉，但是你8点钟就睡觉，真的会忍不住骂自己是个废物，会焦虑，心里面觉得还是得看会儿书，又不能看，看了肯定睡着了。没办法，只能玩手机。有时候人玩手机只是为了提神的啊。我就这么躺着玩手机，我这玩会儿的手机现在把我砸醒，我又玩手机又把我砸醒。我说这不是头悬梁吗？这不是。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爸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躺着。他说你这么早就休息，你不学会儿习吗？我说学啊，马上就学，已经有灵感了。我刚才已经被苹果砸了一下脑袋。谢谢大家。谢谢多多的表演，喜欢多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多多。紧张吗？紧张，而且有点吞字儿，主要是因为我平常在线下。吞字儿会不会是阿成传染的？我感觉是。多多，你是开场紧张还是跟咸鱼对打比较紧张？其实都有，就是我希望我能电他一下，就是我把场子开热一点，他直接就炸起来。我就希望他能好好演一场。哇！因为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我是非常好的朋友。那跟他哥们儿阿成很像，是吧？是都愿意奉献。对，其实第1季的时候你就讲了一些这种跟父亲之间关于学习的这些脱口秀话题什么的。对，我感觉主要是没讲够，就是我的负面情绪还没有消化完。那叔叔本人看到过吗？没有，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这个事儿啊。对，就每天幽默的偷鸡摸狗的人。他居然不知道你在说脱口秀。对，他一直，我现在跟他说的是我在一个电器公司新媒体部写一些幽默小文章。这真不容易。要不我给他充一个爱奇艺会员吧。叔叔，我向您介绍一下，现在站在台上的这个人叫多多，是我们第1轮上半期的最高分啊！没有。都是他想的那个点都还蛮奇怪的，就是凿墙这个、偷光这个，说真的，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啊。原来这是一个偷窥的故事，我没这个意思啊。包括最后的苹果。
他都一语双关哈。因为第一，上一赛段他的成绩特别好，然后全场共鸣得210多票，好像是吧？216好像是。哦，你像总共才220票，我当时就想，我说那为什么这么厉害？第一季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的。第一季主要是还想着学习啊，后来2年就彻底不想了。今年还是被学业耽误了一下，一定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以外的事情上。虽然他讲的好像不太符合一些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但却往我们心缝里说。啊，有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这会儿你要不干点什么是浪费了，但其实你也干不出什么来，你肯定是要浪费这个时间。对啊，就玩吧，反正大家都一起玩。我觉得他很聪明，同时他太功利，这就是学生的好处。我是爱学习，不是，他都延毕了，他还爱学习，谁爱学习会延毕啊？没怎么见他为学习发过愁。他说这话谁信呢？他说他上网我都信，学习，我都比他爱学习。多多看起来就垂头丧气的，然后每天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然后感觉每天没正事儿没正形，研究生也不好好上，他真的好像阿衰。就是你们对我的误解。我不喜欢被逼着学习，我想学我想学的，我有自己的这个学习方法。基本上市面上的脱口秀教材我都看过，都研究过。无论我是去演出啊，去给人开场面心态，还是说去跟同行改稿，虽然对这个在校成绩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他在我的生活中，他也是学习到一些跟人打交道啊，或者练心态的一些东西吧。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谁了。上一场打的也挺不错，咸鱼翻身了。我们掌声有请咸鱼。晚上好，家人们，我是咸鱼，特别开心啊，又能来录制节目。第2轮了，也有问题想问问大家。下个月还烫头吗？很多朋友没发现是吧？我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美式前刺。哎，发型师就是这么说的。但纠结，烫头太贵了，现在随便烫个头管你要个300、500，但不烫不行。我烫头不是臭美，遮丑，遮完还这样，不遮就这样。这边也看啊，咱都有的看啊，都有的看。这2年可不像脱口秀演员，像相扑运动员。本来，哎呦，谢谢，本来没打算烫，我的计划就是剃光戴假发。发型师要赚钱，给我散播焦虑。他说你必须烫，年纪轻轻就脱发脱成这样，只有2种发型适合你，一个就是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美式前刺，哎，还有一个也适合你，叫这个梦回大清。他说这第2个也好，但主要啊，你现在在上海发展，你就美式前刺吧。哪天有机会飘到北京，你再梦回大清就可以了。不为了别的啊，听说故宫不好买票预约，你不用预约。你说你要回家，走员工通道啊。谢谢朋友们，谢谢。研究生喜剧之后就是大傻子笑话，朋友们。这2年发际线越来越高，越来越厚，我感觉越来越高，我感觉我这头发这2年跟保安似的，指挥我这发际线，到，后面有个是地儿，到，别到了，到地中海了，发际线越来越高，脑门就越来越大，大到你无法忽视它的存在，想凉我就凉了。有多大啊？现在我脱发脱出来的这个脑门已经基本跟我下边这个脸一般大了。没错，上面是11厘米，下边是13厘米。什么概念啊，朋友们？就我这个脑门上，现在能再放一套5官。没错，在座谁有不要的脸吗？有。啊，你想，哎，二郎神这就1只眼。我下一步可以跟二郎神同居，没错，我让他住2楼，因为他养宠物啊，没错，哎，草坪还可以遛狗啊，可以遛狗，哎。话说回来，纠结不烫头是为了省钱，这2年钱不好挣，还想挣钱，但钱不好挣，
你脑海就闪过邪念，要不啃老？但啃老很有羞耻感，所以我就不啃。骗是不对的，但这是一道选择题。没错，你也不能怪我，主要我们家情况特殊，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大家有所耳闻，教育大事，注重学习，出生开始，我爸就让我备战高考。什么表现？我爸那个钱啊，从我小时候开始，哪怕1分钱，不会支持孩子一丁点儿娱乐，游戏机、电脑、玩具没见过，但是他愿意无条件支持孩子所有学习和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我12岁6年级左右摸清一个道理，就是你看，其实我们家买什么都行，只要能开文具的发票，是不是这个道理，家人们？规则怪谈啊，这都属于朋友们。所以啊，我现在虽然已经大学毕业5年了，我想出去旅游没钱，还是跟我爸说我要考研。哎，别，听我解释，朋友们，我知道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管家长要钱，但我觉着啊，我这个还是好过硬要，因为我这个起码算交易，没错，交易。你看，我爸是提供了经济支持，我也付出了呀，我付出了情绪价值。我爸一直想要一个高学历的孩子，我没有这个智力，但我有这份孝心呐，我说的对吧，家人们？一生要强的爸爸，我都没。太感人了，哇，太感人！二郎神听完流下了3行眼泪。不瞒大家说啊，节目上线之前，我爸应该一直认为我的学历是博士后。我爸也不认为我是 Joker， 他觉得我的作品都刊登在 Nature。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他给我钱让我读万卷书，我拿钱去行万里路，1份钱家里2个人高兴，对不对？我也是，我跟大家很多朋友一样，跟妈妈亲，但这2年我跟我爸越来越亲，我们俩现在亲如父子。我说实话，朋友们，哪怕你听到这儿啊，你还是说哎呀坏。听我解释，朋友们，这也不是我研究的，我呀跟电视上学的。小时候电视上有个广告真坏，专门教小孩怎么啃老。哎，我就啃个爸爸妈妈，他直接啃爷爷奶奶呀。那广告怎么演的？我说我长大了想当太空人，爷爷奶奶可高兴了，给我买我爱吃的喜什么郎果冻。他想当太空人吗？他们就想吃果冻，我听得懂啥人吧？当然了，话说回来啊，我这么做也不全是因为广告的教育，也离不开我爷爷的教导。从我高中开始，我爷爷就老拿我爸爸的事迹鼓励我，说你要向你爸多学习，他是咱们村当年第1个大学生。不瞒大家说，我爸是中专生。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爷爷是告诉我，我爸懂我，我爸就是大学生，而我是博士后。就讲到这儿，下课。谢谢咸鱼，喜欢咸鱼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因为看得挺开心，乃文哥，怎么样？没骗您吧？长见识吧？是不是？我说实话啊，就是首先咸鱼的这个表演的热情啊，真的打动我了，都打穿了，我感觉。然后就是你在想他刚才说什么了，但是就是我很开心，是不是有一种大脑的褶皱把它给抹平了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好。所以说，如果你赢了他，首先你的热情是第一位，第二你得感谢他
因为他看好多多，你知道吗？哎呦，谢谢。他一上来有一种蛊惑力，啊，就上来以后，管你三七二十一，管你喜不喜欢，管你笑不笑，我先热起来，就是这种表演，就最近只在直播带货上能看到。朋友们、家人们啊，哈就起来了，那个劲儿哈，贼足。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里院喜剧节，就特希望你在街口上站着，知道吗？谢谢您了，老师。整个一条街的气氛就起来了。太感谢！哎呦，总是向你索取去。就是你本身在演出完了之后，你就好像变得特别谦逊，然后乖乖巧巧的。他一演出的时候就是巨炸的一个状态。晚上好，家人们。您好，老师。我其实不太能记得你说什么。谢谢您。那我下一轮还讲这个。哎，他讲的就是第一轮的段子，你没听出来啊？你上台的时候，你就满脑袋那个咚咚咚，我就扑面而来，我就开始笑，就已经被你的那个感染力给征服了。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尝试，就是不说中国话的笑话都可以，因为大伙好像不用在乎你说什么，反正就是纯粹的快乐，看你就高兴。为什么呀？我也不知，我谢谢老师，我这个说害羞。哎呦，谢谢老师，感恩的心，总是想别唱了。哎，那我特好奇，那您就没遇见过那种特冷、特凉的时候吗？我第一次来这个节目就特别冷啊，但是我又忘了，我们是第一轮的淘汰双子星哦。问问那个两位老朋友吧，这个两位小刘，其实我也很看好咸鱼，说实话。哎呦。不许你看好他，你给我把眼睛闭上。乃文老师，我跟您一个感觉，咸鱼他的表演风格是这样的，因为他所有的包袱落在他的节奏和他的状态上，他不是落在那个预期违背上，所以他特别不害怕大家重复听。如果大家听过他的播客，那更是就这个破人，那点破事儿，在播客里已经说了10000遍了。对。就那工商银行的，父母都离婚了，还有周鹏宇，我都能背下来，是吧？天天在那时光慢些吧。哎，说到这，我特别感谢教主老师，因为我其实前2年没有特别多的演出，教主老师给了我很多演出，都是对你所许。但是我有一点我特别感动的点在于，24年到26年这2年，咸鱼一直混迹在各大喜剧播客，一直在强迫自己出梗，先做到了播客的巨星，然后自己反而主要还是感谢无聊斋老师，太好了，谢谢你。上播客相互成全吧，就是上无聊斋。时光慢些吧。教主老师的个人单口喜剧专场《身心俱疲》正在全球巡演。太混乱了，这一切。但我不得不替多多说句话，多多第1年走到第2轮了。道歉，对不起，多多。没关系。这场比拼也要有个结果，我们把多多请回舞台中央。他俩选完这个对手之后，是谁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多宝鱼？是我自己告诉节目组的。哦，来吧，看看现场的观众朋友给了这组对决什么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强对话了。按照规则，我不得不遗憾的让188票高分的多多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咸鱼198票直接晋级。我也特别感谢刘洋教主老师。刘洋老师就跟我说了，走台的时候你要利用好这个空无一人的场次。你想象台下都是观众，但谁也不给你笑声，那在现场什么情况你都能应付。好为人师，直接进步。第1轮我虽然没来，但我知道咸鱼说炸的，这场子就当场炸翻了。听懂掌声。我说咸鱼太好笑了，我现在播客喜剧必杀技就是模仿咸鱼，而且他有的时候模仿起来，我自己就在旁边笑，我真是插不上话，你不知道怎么插，打不断，就是乌泱给你脑袋这个干褶皱没了，我就听他的播客，你就会被他洗脑。
播客有一个传说，咸鱼无顶，得一人可得天下。说他俩有俩这些，你就等着炸吧！我天！但是这个天下永远是刘洋教主的天下，因为我就是天。没错。我觉得他肯定能走到决赛，也说不好的，无所谓，走哪轮都行。留下一些这么好的作品已经足够了。这3个加起来是120，但这个数值得小于100呀。那多出来的20我应该怎么办？哎呀，我再算一遍吧。你不会真有考研吧？哎呦，吓我一跳啊！原来不是考研，是烤鱼呀！你研究烤鱼干什么呀？是，你也知道这年头钱不好挣，我觉得钱不好挣，咱就多省点，挣点有性价比的呗。哎呀，打住！上淘宝闪购点外卖有优惠，你还用费脑子算这个？早说呀，我都快饿晕了。那你赶紧搜悦享会员，用1对1即送券，点了立马就能吃上。哎呦，那太好了！哎，能开文具类发票吗？第一组对决就很精彩，给大家开了个好头。那马上开始下一组，我们看一下即将出场的是哪2位演员，都是老熟人了。就是村头信息大妈对抗邻家那个不结婚的小子。是你，他是他们从情报站站长，我就是被我们从情报局天天在那吐槽我，确实已经开始对抗上了。嗯，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南瓜了。如果咱俩没这舞台，肯定现在是村里对抗的那2拨人了。村里对抗的话，你确实有点不占优势。不敢惹。那话不多说，第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村里的信息中心主任，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哪一些新的信报呢？有请房主任。大家好，我是房主任。大家也听完研究生单口了，也听完大傻的单口。我给你们讲一点你们没听过的，给你们讲一讲我们村里最大规模的活动——葬礼。我们村的文化就6个字：死了得有动静。就是葬礼办得越大越好嘛，尤其是那种顶级规格的葬礼，它还有着门槛的，条件老高了。第1条得长寿，如果能活到100，那是喜丧。董同宇给我们全村人开了个嘉年华，那是唯一能把年轻人从线上拉到线下的活动，请假都得来到现场，跟喜蛋一样。第2条得是个全乎人，就大家知道什么是全乎人吗？有一次有个观众说父母双全，我说哥们儿，他都100了，是儿女双全，最好还得是有编的。俺们全村可都是山东人啊。岁数加上子女的数量等同于酒席上菜的数量。80岁18道菜，100岁满汉全席。我有个邻居今年100了，5个孩子全有编。现在我们全村人都在盼着他死了。哎呦我的妈呀！你们乐成这样，你们道德沦丧的也不少啊！我真参加过一次那种顶级规格的葬礼，那现场人山人海。普通葬礼的花圈它是个位数，那天的葬礼花圈它是3位数。早晨300块钱一个买来，晚上回收5块。如果下一个葬礼离得近啊，你都能看到花圈走穴。你们谁见过葬礼上送 LED 大拱门的吗？上面是鬼弄的字幕，两边柱子上摆着鲜花，在马路上一字排开。俺们在底下走，哎呀妈呀，老漂亮了啊！我火了以后，有的观众说：“姐姐要走花路啊。”我说走过。普通葬礼的唢呐队就一伙，就南瓜他爸吹的那种啊。那天葬礼是5伙，还在村里搭上5个大鼓舞台，供唢呐队在上面唱歌跳舞的表演，再加上现场的鲜花、花圈、LED 大拱门，嚯，天堂音乐节。
死亡摇滚。你想想啊，也对，你看花圈上它有2束玫瑰，唢呐队还较上劲儿了，打开 PK 了。就是他们跟我们说脱口秀一样，最怕眼凉了。为了展示孝心，他们还请气氛组，就是花钱请人替哭，就是价格吧，也跟我没火之前一样，10分钟200，但他比我挣得多啊，他一晚能演几10场，真是哭挣钱啊。那评片的标准由谁来定呢？它是由我们村操持白事的大总管，由他根据这家人在葬礼上花钱多少，来评定这家人的孝顺等级，我们叫做大总点评。就是花钱越多，好评越多。你说你要那么多好评有什么用？自己又看不到蕊泡。就是活人演戏给活人看嘛。主角不应该是躺着的那个吗？谁家主角的杀青才开机的？我觉得我们村的里的人都是潮吧，就是250。你说一辈子了，考研、考编、生儿育女，就为了最后燃一把，风光大葬，真正的向死而生。对于这种陋习啊，说实话，我挺渴望的。我要想办一个史无前例的葬礼，我就得办跟史无前例，我就得办跟他们不一样的。你看他们的葬礼上有唢呐队，有乐队啊，有歌舞，就是没有脱口秀。我以后的葬礼就要办成脱口秀比赛。喜丧之喜剧之王单口记。大总管咱就请庞博，能不能接到冠名，就靠你们各位了啊！就靠你们的关注和点赞了啊！其实我最期待的环节是复活赛，我给他们来个诈尸返场，谁淘汰我，我就带走谁。我让你打老人。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好好的保养身体，活到100岁。你们也要好好的，到时候都来啊！放心，不让你们随礼啊！你说赞助的钱我又带不走1分，我到时候都给你们分了。你们回去就给我写蕊泡，这个葬礼我给他薅。我要想做到山东最夯的坟头，我的墓碑上还缺5个大字：西单3冠军。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谢谢房主任。喜欢房主任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这个题材观众都知道，这不好讲。这为什么选了这个题材啊？因为他们没听过嘛。讲一点村里的事儿。我是2重担心，就是担心处理不好这个题材，以及这个今天的表演状态。我不知道几位听下来。首先，这题材确实难，因为这老百姓对于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概念和外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可能还是有那种伤心的这种底色在，所以这个题材难。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您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所以这个节奏稍微有点乱了。是我身体不好。哦，没事吧？我是因为关节痛加上胃痛，我已经就是强撑着上来的。哦。但是刚才啊，就是我听进去了，我觉得倒是引人入胜。是我虽然是山东人，我没经历过这种风光大葬，这样，我开始听这里边的故事了。但是确实是像这种的，他掌握的那个
分寸也好，其他也好，有的时候该不该笑，好不好笑，有的时候会大家会愣一下，是不是？而且这个很个人，咱们不能说这个该笑就是对的，或者不该笑就是对的，这个每个人心里是不一样的。但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就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得经历这一趟旅行，最终到达死亡，所以我们都得知道这件事情。就算它有点不好讲。以前我想写这个题材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专场，向死而生的山东人嘛。我去年写的时候，我觉得钱不应该活着时候孝顺吗？咱们不应该后养薄葬吗？但是我问了我身边很多那种岁数大的，活到80、90岁的，就是能达到这个级别的老人，我说你们是想要后养，还是想要后葬？他们说这个问题还用问吗？当然要后葬。我那个刻我才明白，这是我们一辈子在告别这个世界，我们唯一能留给你们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告别。我其实不想讲这个话题的，但是实在没有题材可讲了，我就把它给讲出来了。好嘞，没有特别舒服，我们就请房主任先到这边休息区等一等。那要跟房主任对决一场的这位朋友也是老朋友了，掌声有请南瓜。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啊。那个减肥确实容易反弹啊。我在上海，平时在上海沪漂6年了，现在老家那帮朋友基本上现在都不联系了，上海这边也没朋友。之前跟那个黑灯关系特别好，这自从上完节目之后，慢慢的就疏远了。前2天还一起喝咖啡呢，这明明都熟悉的咖啡厅，熟悉的人，这怎么喝着喝着咖啡的味道都变了？是咖位不一样了。在上海确实也找不到对象，找对象很难啊。之前有朋友给我推荐什么社交软件，叫什么听腾什么恋啊。哎，我听这名字不错，下载填什么个人信息，个性前面个人资料 MBT， 填了半个小时，最后一步中专学历不让注册。我当时我就破防了，你知道为啥？我们中专生配不上叫青藤啊。人家青藤都是大学生，自信张扬，我们中专生没文化，傻傻的。那我们是什么藤呀？是酷酷的藤哈。在上海确实，我现在感觉自己孤零零的，我很想回我陕西农村的老家了。在上海大家太卷了，我一个农村人现在天天也喝咖啡啊。甚至上次回村里是怕村里没有，还带了几包回去啊哈。回去1包都没喝，村里用不上，困了累了直接睡觉哈。在村里还是挺惬意的，你甚至刷那个小某书跟大城市也不一样。你在大城市刷的都是什么成功自律，回到村里刷的都是什么田园生活，根本刷不到什么精致的生活，一天种草这种草那的，村里的草拔都拔不完啊。你甚至附近也没有几个创作者，没有几个人发，刷来刷去刷到最多的竟然是我爸。因为我上节目，我爸现在也玩这个，他是在村里吹唢呐的，他现在天天在小某书里面发白事。我去，都发成小白书了。我说爸，你别发了，人家年轻人不喜欢看你这个。我爸说那他们平时都看什么呀？我说人看都社交、音乐、美食、躺平。我爸说这些白事里面都有啊。大家就在吃着美食，听着音乐，在那社交，旁边还有人躺平了。农村的生活很美好，每次回到老家都想多待几天啊。我妈受不了，一回去她压力就大，多待几天。我妈说：“你赶紧走吧，村里那些人都说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那咱们村就没有年轻，你在村里让人笑话。”我说他们就嫉妒你，他们就是酸，他们孩子没在身边，一天就贬低我来安慰自己。他们要这样，那我哪天得报复一下了。我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人最多的时候，端出一盆热水，我说妈妈洗脚。妈，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呀！这么多年辛苦了，母亲。你如雪的幸福，一身要强的妈。现在这个干拔一下，干拔一下。就我妈真的是，她压力挺大的，因为村里那些她不光说我在外面混不下去，还说我找不到对象。我妈是在村里开小卖部的，门口每天坐满了大妈。我妈说那些大妈知道我没对象，天天在门口笑话她。我说我天天笑，他们光笑也不买票嘛，他们。
他们太烦，他们每天从早上8点半一直从早上吐槽到晚上，他们全职脱口秀演员。他们比我们这些人秀多了，他们甚至就叫秀菊、秀英、秀梅、秀萍。你根本就阻止不了他们哈，因为 The show must go on 哈。我妈也是为我操碎了心啊，前段时间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是她朋友的女儿，让我加微信。人家也是礼貌性的就加了一下，聊了2句，她就说：“哎呀，那个先不说了，我去吃饭了。”我说：“行，祝您用餐愉快哈。”我妈还不停地问：“儿子聊得怎么样？儿子聊得怎么样？给我说说，给我说说。”我说：“妈，人家先不说了，人家去吃饭了。”我妈还说：“哎呦，真是个好姑娘呀，吃饭的时候不玩手机哈。”人家就是不想理我了，30岁了没谈过对象，我现在也不会跟女生说话。我妈很着急，她说：“你得多跟女生接触呀，你得主动一点，你得打电话发消息，你得主动一点呀。”我说：“妈，我这么多年主动的还少吗？”她说：“那他们怎么评价你的？”我说：“热情礼貌，风雨无阻哈。”还有放门口吧哈。农村结婚很快的，像30岁，周围同学发小全都结婚了，甚至有孩子了，就剩我一个了。我上次参加他们婚礼，他们有个说法我特别不喜欢，他说：“我们都结婚了，都交卷了，你啥时候交卷呀？”我说：“这结了婚就能算交卷吗？那咱同学都有2婚的，那他们还能重考试吗？”结了婚事还多着呢，交卷我觉得人去世之后才能算交卷啊。我爸是吹唢呐的，也算是大家的下课铃声了哈。每次回到老家没啥事，我都会跟我爸去考场上逛一逛哈。那确实像交卷现场，白纸黑字的悼词就像答题卡，上面写着姓名，写满了一生的答案，都写的是在生活中与人为善，邻里和睦；在工作中恪尽职守，永远是大家的良师益友。我去了好几个，全都是一样的答案，一个抄一个，我都感觉是同一个人在反复去世，从来没有哪个人墓碑上刻着喜丹3总冠军。我觉得就应该这样，每个人就是不要去抄别人的答案，对吧？人就活一次，答案这种事情不应该自己来写吗？南瓜，赵老先生，他这一生热情礼貌，风雨无阻，准时送达，他天天给人挂门上啊。今天终于给自己挂墙上了，你们带的东西就放门口吧。先不说了，你们都去吃饭吧，祝你们用餐愉快。还有最后一句，我先躺平了，明年记得来我这里续火花哦。谢谢南瓜。喜欢南瓜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我感觉是我看到你表演里几乎最好的一场。我也是。哎，哦，我感觉我第1场发挥不太好，这半个月我上了有50次台，风雨无阻，无阻，准时送达。就是报名上台，不停的去练这些稿子，对着观众一场一场的，就是熟悉观众，熟悉场子。哦，一天都不止一次，赶场，一直赶场。他也是有丰富的这种组合接单的经验，所以都能就是而且他能保证不晚场。对，要是我们第2个就迟到了，这是。为什么挑战了房主任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题材都是那种农村乡村的，这唢呐也能连上，觉得能call back一下。但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个交卷这个答案我觉得还是蛮妙的，整个的这个大底特别好。因为确实去年上完节目也没啥演出啊，没啥演出。我爸说你回来跟爸去白事上演出。确实去了好多场白事，我就发现大家确实现在很多葬礼上他那个悼词条幅上写的都是一模一样。我觉得现在作为咱们这一代人应该个性一点，有不一样的答案，就是人就活一次嘛。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云南的微山，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家家户户都会写挽联、写讣告，然后当时他们有一个讣告工作坊，然后我在里面也给自己写了一个，它可以跟任何人写，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的乳牙写，你可以给去世的猫猫狗狗写，我给曾经的自己写了一个讣告，就是我觉得自己好像这几年也有一些变化吧。其实你刚才说到那个交答卷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时时刻刻也都可以交答卷，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最后中的那个答案留到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最后一刻。我觉得是我看你线上节目以来演的最棒的一次，最从容的一次，然后所有的表达都让我觉得好像你指引着我，也让我自己去到了一个方向，去思考一些什么东西。谢谢谢谢。演到让我有点都不认识你了，就那种高大的感觉，那种是吧，安抚人心的那个状态。可能很多人说这个确实南瓜一胖，幽默也就回来了，是智慧也回来了。我也是觉得挺有深度的。最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解读。就是解读死亡，就包括房主任也是，就每个人面对死亡，他都有不同的态度和心态。我觉得像你们这种心态就特别棒。对，就是像房主任刚才说的，向死而生吧。对对，但还是好好认认真真的、快快乐乐的做题，别急着交卷，你知道吗？对。那我们现在得看看你的成绩了。哎，确实，那我们把房主任也请回舞台中央。这组有点意思，话题很接近，互相甚至有一些互文的意思。观众给出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191票，请房主任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我们恭喜南瓜191票直接晋级。南瓜这是战胜了心魔。上一年他不就是在外貌中逐渐迷失了自我，在喜剧的路上走了弯路。今年认清了自己，还是搞笑吧，不搞笑就太搞笑了。他今天最后念的是自己的墓志铭，他说饭给你挂门上了，我先挂墙上了。对对对，哎呀，然后说祝你们用餐愉快什么的，就是那一下啊升华了。这几年感觉自己就是缺少一场胜利吧，一场能够扳回一场证明自己的一场比赛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写，然后让大家更加的走进我南瓜的世界吧。我们对决还在继续，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两位朋友？启鹏和帆不帆都是今年来到喜丹舞台的新朋友。我们总说这个演员擅长文本，那个演员擅长表演，这位朋友擅长的呀是望闻问切。我们掌声有请启鹏。